我已经受不了外面的3合1咖啡了，我可以来你这边泡一杯吗 ？Please，这边。Thank you。诶，没有咖啡豆啦，我拿这包啊。哎，这包不行，为什么？坏掉啦？嗯，坏掉就丢掉啊，为什么要收起来？如果扔了可以一了百了，我就不用这么烦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看你这几天怪怪的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我又没有叫你总结陈词，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。嗯？咖啡豆是林正斌送的。他送你坏掉的咖啡豆？不是。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林正斌是我的亲生爸爸。这样都给你遇到亲生父亲，那你有什么打算？还能有什么打算呢？他都走了。什么走了？他是去槟城，你可以飞过去找他的啊。既然他选择要离开，那就表示他没有要跟我相认。难道我要追过去，自讨没趣吧？可能他有别的苦衷呢。不查清楚的话，你放得下吗？文浩说，他可能怕是因为我不能原谅他，所以才选择离开，不敢见我。你觉得呢？文浩说的是有道理，所以你能原谅他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要不是文浩提醒我，可以上网查他的婚姻记录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真相。我对他完全没有记忆，没有恨过，又怎么说得上原谅？其实也不用因为他是你亲生父亲，就勉强跟他建立关系，这样的话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在讲你自己啊？至于怎样，至少我跟我爸已经找到了相处的方式啊，不强求也不勉强。对，不强求，也不勉强，那就随缘吧。可能我跟他已经注定没有父女缘分了。哎，不过有些事情是不能随缘的，比如人生大事。人生大事有这么多种，你是指哪一种啊？叮叮叮！在我们谈话的10多分钟以内，你就提起文浩很多次了，才2次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有在算啊？关于安格林的事，他知道的比我还要多，而且还全程陪你一起经历，可见他已经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啦。So，你还不赶快申请你的专利权，让它只属于你？这种东西是不能急的，要先审查再说。哎，都那么久了，你还审查什么啊？当然啦，要符合条件才能申请啊。像是产品的新颖性，是不是有人开发过啊？还有产品的创造性。喂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我跟你说，有些产品是要用一辈子的，不可以这么随便，懂吗？好啦，知道啦，知道啦。哎，还不赶快去检查你产品的实用性？丁律师，哦，你知道丧礼上如果要送花圈的话，要写什么吗？你要送花圈给谁？老板让我做这个。请节哀。有心了。
我照顾一下他们。哦，请坐。我是 Lucas 的太太 Fiona， 家人。弟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弟，你们是 Lucas 的朋友？嗯，大学同学。哦，很少听他提起过大学的事。我们回国以后也没有听他跟大学同学出去。谢谢你们还那么有心下来。我们曾经很要好的。卢哥是个很有耐心的学长，在学校里他帮了我们很多。啊，是，他一向来都热心随和，所以有很多朋友。对不起，你们坐一会儿。没想到 Lucas 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啊！嗯，行为举止也很得体，修养也不错。嗯，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，怎样？羡慕啊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羡慕的话，就赶紧拉你的正风进礼堂，然后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再生多多的孩子。好啦，不要再说了。妈，妈，你到底有什么居心啊？妈走了，你都不想让我知道是吗？要不是表舅告诉我，你到底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找了你很多次，你都没有接我的电话，我根本都没有收到你的电话。那就是你的电话有问题。我打了好几次，好几次都打不通。不可能，你查看我的手机通话记录你就知道了。你敢不敢看啊？出去聊，出去聊。没想到 Lucas 还有一个弟弟。他很像常常闹事的，每次都让他们的父母担心。你为什么不给我看妈的遗嘱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等丧礼结束就会给你看。我们可以先把妈的丧事办好吗？看一下遗嘱会花多少时间？你1年多没有回来，你一回来就提遗嘱。这里是妈的灵堂，你可以尊重她一点吗？我见不到妈，还不都是因为你啊？是你故意带走她，不让我们见面，你才是不尊重她的人啊！我带走妈，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她再受到伤害。你知道她对你有多失望吗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在挑拨离间？不想跟你吵。我不管，一定要解决！你把遗嘱拿出来！喂！我不就这样算了？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报警啊？没事啦，我这个弟弟性格本来就比较冲，发泄完就没事了。可是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啊。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吧？之后我再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聊聊。不好意思让你们看笑话了，我先走了啊。没想到 Lucas 的弟弟还比他更渣，在母亲的灵堂面前大吵大闹，还一直想着遗产，真是太过分了。我们整天做遗嘱的，这种场景还少见吗？说的也是，可是啊，我看他这个弟弟从小就是个惹事精。哎，Lucas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以前会闹事啊？他没有跟我说过细节。哦，不过有一次哦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妈妈打电话过来，有提到他的弟弟，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弟弟。你们以前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的？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有没有见过他的家人？没有啊，他跟我说他们都在菲律宾定居。交往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带你去见他的家人是最基本的尊重，表示对你的重视。都没有想过这些吗？都跟你说了，在菲律宾那么远，你要我怎么见啊？你这个恋爱脑，一谈起恋爱就是无药可救。那你现在男朋友呢？你认识他家庭吗？他跟我说他有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哦，还有哥哥和妹妹。不过哥哥跟妹妹在美国，他们一家人很忙的啊，我们还在找时间见面。啊，意思是还没有见过面啊？不是在一起很久了吗？
还说什么只差一步就可以走进礼堂？难道你要等到结婚那天才见到他们呢？你应该要跟他们培养感情，这样子结婚之后呢，就可以更好相处啊。说到你好像很有经验，你谈过很多次恋爱啊？这些都是我观察多年的经验之谈。我老实说啊，你到底了不了解你男朋友啊？当然了解啊。郑峰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，他服完兵役后就到澳大利亚深造，后来留在那里发展。然后这里的律师所 offer 他当 senior partner， 我们就一起回来了咯。在跟谁谈电话？公司的同事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谈公事？以后下班了就不要再接同事的电话了。没办法，万一有重要的事呢？我不管，我要跟 Daddy 说，下班后任何人都不能找你。我的老婆没有那么霸道吧？我就是又霸道又小气。才不是，是又可爱又温柔。只有认识他的家人，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他，懂吗？你又来了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如果纠结这种小东西，那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听美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哦。美人在哪里？你呀？当然了，比你美。师傅，你找我啊？永涵，坐啊。我听说你跟卢克早就认识了。我和恩琪以前跟卢克是大学同学。那就好办了。来，你先看这个。我之前帮卢克斯母亲做了一份遗嘱，没想到现在会变成这么复杂。刚好我在忙几个案子，所以这个 case 只能交给你来帮忙了。遗嘱有问题？之前卢克斯母亲王丽珠在我这里立下的遗嘱，指定是要把所有的遗产都归给卢克斯一个人，他也是唯一的遗嘱执行人。简单明了。但现在问题就在于我弟那边有另外一份我妈的遗嘱，这是他弟弟汉森的另一份遗嘱。根据这份遗嘱，你的弟弟汉森丹还有你太太 Fiona Lee 是共同执行人。你母亲名下的一间公寓和银行一半的存款给了汉森，另一间公寓和另一半的存款会以托管的方式指定给21岁之后的 Rebecca， 也就是你女儿。剩下的几个手表还有首饰都给了太太，而你……我只拿到3万块。昨天 Hanson 来找我，跟我要我妈的死亡证书，说什么要去法院做遗嘱认证。他就是给了我这份，我才知道有2份遗嘱的。在这里立的遗嘱日期是5月13日，而 Hanson 拿到的这一份是6月14日立下的。如果2份遗嘱都符合章程，就会执行最新的遗嘱，那旧的那一份就会自动作废了。那他的这份遗嘱肯定是假的啊！我妈怎么可能立这样的遗嘱？他对 Hanson 已经死心了，他们很久没有联络了。Lucas， 你先冷静一下，丁律师会帮你的。首要任务是要确认 Hanson 这份遗嘱的真伪。永涵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我会尽力的。这份遗嘱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做的。可是当事人王丽珠大概在1个月前来到我们的律师所立遗嘱，为什么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又来到你们这里立一份新的？当事人改变主意要推翻之前的遗嘱，也是很稀疏平常的事啊。可是他要修改遗嘱的话，应该回到我们那里呀，没有必要来到你们这里立一份新的。当中可能有很多原因，也许他对你们的服务不满意的。当时王丽珠是不是一个人来的？他虽然行动有些不便，但思路清晰，对答如流，完全符合一个立遗嘱的人所应该要有的精神状态。
可是据我所知，他动了换肾手术，一直在吃抗排斥的药。你确定他可以一个人来？你如果还有怀疑，我可以给你看当天的 CCTV。好啊，麻烦你。我找了朱律师谈过，也看了他们那一边的闭路电视。当时你母亲确实是独自一个人去律师所，而且她的精神状态良好，已经排除了神志不清的可能性。那所以法官会用现在的这份遗嘱，之前在你们那里立的那份没有效了吗？目前来说是这样。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证明你母亲是受到任何人的教唆或摆布，那我们就可以推翻这一份最新的遗嘱。那肯定是 Hanson 啊，他知道我妈心软，一定是他骗了我妈，不知道跟他说了些什么。那在6月14日，也是你母亲立信立准的那一天，你都不知道她独自出门吗？我每天在公司要忙到7、8点才回家，平时都是佣人还有菲奥娜在照顾她的。你没有发现妈她一个人出门了吗？那天 Gloria 下午去买东西，然后我朋友突然间打电话约我出去，是妈叫我出去的啊。她说反正 Becky 还在学校 ，Gloria 也很快回来。那你现在才说，你怎么可以把妈一个人留在家里？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妈也还在家啊，所以我不知道她几时出去，更不知道她几时去律师楼。现在给你害惨了。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叫你看好妈，你都不会吗？现在好了，钱给别人了，你开心了，满意了？对不起。林正斌，林正斌 ，Stop！ 我知道你是我爸了。我真的打算搬去槟城的，我飞机票都买了。那天去了飞机场，才发觉护照过期了。我真没骗你，我租了房子我都退掉了。我现在是住在 Hin 的 office， 反正我护照一弄好，我马上就走。所以打算就这样，一走了之。我觉得我只有这样做，你才会永远不知道我的身份。但是你很厉害哎，就一张照片你就可以查到真相，你太棒了。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你是谁？是不是因为以前的事，不能面对我，还是因为你不能接受我是你女儿，不想负起做爸爸的责任？不是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爸爸。当年我对不起你和你妈，但是我没有指望过你们会原谅我，所以我都没有找你们。那是因为我真的不想再打扰你们。当我知道你是我女儿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我每次看到你，我想冲过去告诉你我是你爸。但是后来我平静下来，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做，因为你现在过得很好嘛，生活美满，事业有成。我这么做根本对你没有好处。有没有好处？要不要认回亲生爸爸？应该由我自己做决定，而不是你们擅自替我做主。无论如何，你们不应该瞒着我，我有权利知道真相。对不起，
那你现在知道真相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这个你拿去读清楚。这是这个案子里出现了2个遗嘱，我们要查看当事人为什么会立2份不一样的遗嘱。吓死我！我以为你要我签遗嘱。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我吗？那倒没有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继续帮我做事，当做补偿。真的？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了。明天早上10点到我的办公室，不准迟到。Yes, my dear。哦不 ，Yes, madam。Yes。还要这个 fresh caviar plate， 然后一个 rib eye steak， 最后一个 jumbo lobster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女儿，你怎么突然约我们2个出来吃饭啊？我听说这里的餐馆食物不错，想试试，就约你们出来一起吃啊。我没事。那天我不应该对你们发脾气的。没事就好。我们很担心你接受不了事实，会胡思乱想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Daddy跟妈咪就当这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对啊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过去发生的事是事实，不去面对它，那我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吗？当然，我明白，婚姻本来就不能勉强，离婚、再婚是很平常的事，我是不会去介意这些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家人在往后的日子，可以继续开心的在一起。不过有件事我必须让你们知道，我刚才见过李正斌，我会继续跟他合作。他还没走。没有，当中发生的一些状况，反正我跟他谈了，他会继续留在新加坡。你还要继续跟他见面吗？他有办事能力，一直在工作上有帮到我。况且，我跟他做了协议，我们只会把彼此当普通同事。你不介意他以前做过的事吗？小时候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，我根本就记不起来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们怎么可以瞒着我这么久啊？况且林正斌跟你们之前形容的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他可以真心悔改，他为什么不给他机会呢？你想认回他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想那么多。不过不管我跟他的关系如何，你们依然是我的爹地妈咪，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事实。我们不相信他，我们只相信你。你懂得保护你自己，你有能力辨别是非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一直都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谢谢爹地。你放心，你不会失去我的。我会像蛇一样，一直缠着你不放。哎，爹地，你还没有睡啊？在这里偷喝酒？怎么了？你也睡不着？哦，我要倒杯水喝的，结果在这里逮到你。好东西要一起分享啊！那
这个美乐的口感很柔顺哎。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喝酒的？记得啊，9岁。那时候刚好你看到我在喝酒，你以为很好喝，吵着要尝一尝，结果呢，你就毫不犹豫的一大口把它喝完了，结果吐了满地都是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提供了酒精给一个未成年的小孩，那可是触了法。幸好我不懂得法律，要不然可以告你哦。这么说，我要谢谢你丁大律师喽。你在看什么？这个每天都要看他一遍。真的吗？真那么喜欢我的礼物？当然很喜欢了，因为每当我看他一遍，我就能重温你成长的每一个过程，看着你越长越高，越来越漂亮，看着你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，到你当上了律师，真的很难想象，如果有一天你结婚了，我会是怎么样的心情？当然是开心啊！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家立业啊。我想，我应该是很舍不得的。到时候，说不定我会抱着你妈咪，痛哭一场。一定会的。其实，我知道自己很幸福，有这么疼爱我的父母亲，尤其是你啊，爹地。我一直以你为荣，所以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你永远会是我的爹地。所以，你休想甩掉我。我还担心，以后我老了走不动了，你还会嫌弃我呢。嫌弃你的话，我不会花整整1个星期的时间，每天只睡5个小时为你做这个。不要忘记我交代你的功课。会的，贴照片、写日记，这样就不会有老人痴呆症了。哎，来，我们拍张照片。啊，不要了，我还没睡醒。哎呀，你怎么把双手遮住脸了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来，笑一个，甜一点的啊。2年多前，刘克斯的父亲去世后，他的弟弟汉森就一直吵着要分家，可是母亲王丽珠不答应，家里几乎天天吵架。刘克斯不想让他的母亲不开心，就把他带回来新加坡定居。这么看来，他们一家人真的关系很不好。爸爸一死，马上就要分钱。听说汉森做生意亏了很多钱，最糟糕的是他有吸毒的习惯。他的母亲就是不想让汉森继续买毒品，所以不肯给他钱。这也不对呀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王丽书写第2份遗嘱的时候，就把钱分给汉森跟卢克斯的女儿，而分给卢克斯只是区区的3万块？这就是其中一个疑点。王丽珠为什么要立第2份遗嘱？那会不会是汉森威胁的吗？王丽珠如果是被威胁的话，那以汉森跟卢克斯这么恶劣的关系，汉森根本连1分钱都不会给他。当时王丽珠是独自一个人去做新的遗嘱，要找到他是因为受人影响而修改遗嘱的证据并不容易。你打算怎么进行？那肯定是先调查王丽珠在立第2份遗嘱之前，有没有
联系过 Hanson？据我所知，Hanson 在母亲的葬礼之前一直都在菲律宾，而且自从王丽珠动了换肾手术之后，身体都不太好，一直在家里深居简出，也没什么朋友。虽然说人不在新加坡，但是他还是可以打电话给王丽珠的吗？或是找第三者去接触王丽珠？反正呢，我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。你有什么消息，马上让我知道。哇，我们开会看了这么久，我里面有个人突然很想喝杯咖啡。如果能喝上一杯这样的咖啡，你说有多好？这里是办公室，不是 cafe。我的私人咖啡不是用来招待普通同事的。我里面那个人绝对尊重你里面那个人。好，我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进来。谢谢。我刚才看到昂格丽了，你让他留下来，还愿意继续跟他合作，是不是表示已经接受他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每当我说服自己要接受他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好像背叛了我爹地。我想了很久，不管我怎么选，都会有人受到伤害。你说我应该怎么选？既然问题现在不能解决，就暂时不要去想它。明天是周末，你有空吗？有啊，你要干嘛？我想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好。那等一下我发地址跟时间给你。这里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啊。对啊，我想要跟你一起骑脚车，散散心，你感兴趣吗？可是天气有点热哎。偶尔晒一晒太阳，可以帮助人体获得维生素 D， 预防骨质疏松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骑脚车到处走走，心情也会变得比较好啊。其实我不会骑脚车。你不会骑脚车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又不是什么求生的技能。那我教你吧。不要了，学来干嘛？学会了你就知道，其实骑脚车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那要学多久啊？你这么聪明，一下子就学会了。走吧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抓紧一点，稳一点，可以的。你看前面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很好很好。慢慢的，快一点。OK。哎，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好，抓紧一点啊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撞到头啊？没有。我看我们今天就练到这里，下次再练吧。不要，我可以的。
了，厉害。他选择离开了他，他选的是他，他可能希望他能幸福啊。如果他没选他，那会是真正的幸福吗？人间惨剧啊！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有没有听说？那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这位老兄，不好意思。我爸爸刚去世，尸骨未寒，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就只顾着要去争家产，连来拜我爸都没来。他们觉得我爸立的遗嘱不公平，他们硬要闹上法就把它推翻。这遗嘱可以推翻的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要有证据。这位兄弟，你好像挺有经验啊。我大哥咯，他想推翻我妈的遗嘱，他口口声声说啊，我这份新的遗嘱是假的，他那一份才是真的。可惜啊，他没有证据。我大哥一直想霸占我们家的财产，在我妈面前装孝子，还离间我跟我妈之间的感情。幸好啊，妈临走之前头脑是清醒的，偷偷立了一份新的遗嘱，才没有被他骗。这新遗嘱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啊？有人发短信给我，说我妈在另外一家律师楼立了第二份遗嘱。有人发短信给你，谁那么好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匿名。那你节哀啊！哎呀，一路走好呀，不要像我爸那样，哎，痛苦啊！哎，你不是说你爸刚过世吗？怎么这个日期是5年前的？问题就在这里啊！我总觉得我爸就昨天才死，所以我今天又来拜我爸了。哎呀！可是你们兄弟姐妹之间还在争家产呢。是呀，千万不要争家产了，一生就10年8年的，没完没了的。二妹又打来了，喂，好了，我把爸的钱全部给你，可以了吧？哎呀！哎呀，brother你好啊！哎，做你们保安真辛苦啊，日晒雨淋啊！来，请你喝水，防止中暑。谢谢。好像没怎么见过你，你新搬来了？哎，我在办公，我正在查一个案件。哎，这是我的卡片。你们的住户不是有一个叫做Lucas Dunn 的吗？他住在那个1楼35号的，是他委托我的。他妈妈叫做王丽珠，你认识吗？王老太，她偶尔会出来散散步，见到我们会聊几句。可惜不久前她去世了。Oh, that's too bad. 哎，但是你有没有记得那个6月14号那天，你有没有见过王老太太？我怎么能记得？我连昨天早餐吃过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说的也对哦，哎，但是有个方法啊，可以看 CCTV 啊。CCTV？不行，这些是住户的隐私。你有没有搜查令？我不能随便透露的。哎，那也是，但是其实呢，帮忙啊。我们做保安有保安的路，不要害我。Let me help you。不用。哎呀，我帮你来。
Hello. Huh? You forgot the house key? Oh, never mind, never mind. Coming up. Hey, I recognize you. You are Miss 王老太太的妹 right? What's your name? 我叫 Gloria。Gloria. Yes. Hey, you can speak Mandarin? 我以前在台湾做过工。难怪了。王老太太好吗？阿妈死了。哦、so sorry 啊。哎呀，生老病死没办法了。哎呀，她是生病过世的吗？我听我儿子说过，他身体一直不好。哦，我还听他说了，他很少出门，是不是因为一直生病啊佘没给他一个人出门，连打电话也要问过佘。那么说，阿薛对阿嬷很凶是吗？哎，那阿雪的太太对阿妈也是很凶是吗？没有，妈对阿妈很好。那他可以带她出来走走啊？不可以，妈也是很怕蛇的。Gloria， Man， 帮我把东西拿上去，我看着 Becky。哦 ，OK。Becky， 啊，你会聋吗？有人发短信给我，说我妈在另外一家律师楼立了第2本遗嘱。我过来这边。哎，小心不要跌。喂，我的股票跌到剩下2毛钱，你现在才告诉我，那你没有管住的吗？哎呀，你们搞……错了，这就死定了，我肯定破产了。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借你电话一下？我很紧急的救命电话。谢谢。麻烦你解说一下。哦。Hanson， 你母亲在Danson演出律师所做了委托，详情请找朱志才律师。是你通知Hanson关于他妈妈改新遗嘱的事，对不对？你是谁？干嘛偷看我手机？我叫林振斌，我是 ALC 律师行丁律师派来的私家侦探。